漂亮国是肌肉车的天堂，从60年代以来，各种猛车层出不穷，他们一次次的突破马力极限，只为打造心中的完美车型。这种理念和欧洲超跑截然不同，这里更讲究的操控外形和舒适性。那么能不能把二者相结合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肌肉跑车呢？虽然这个想法很疯狂，但却正对强子的胃口。对于这种又大又猛的肌肉车，如果能引进到欧洲，那雄浑悦耳、气势逼人的声浪一定会让人眼前一亮。他和长发哥一拍即合，当即决定去漂亮国采购。两人原本打算去各种车商参观，可突然被电视上的广告吸引了。上面正播放着乔的肌肉车房，乔是肌肉车的狂热粉丝，由于收藏的大量肌肉车无处安放，索性直接开了家肌肉车店。得知了强子的来意后，乔推荐了3款车型。首先就是2013年的道奇挑战者，原厂375马力，足够他们平常使用。第二辆是2007年的野马 GT500，后轮驱动大约640匹马力，比挑战者多出将近1倍。重点是有超强的扭力。虽然两辆车都不错，但老板最推荐的还是这辆雪佛兰科迈罗超运动版，搭载6.2升引擎，原厂450匹马力，是漂亮国肌肉车的象征。不过貌似这辆车并没有打动强子，他觉得马力最大的野马才是最合适的选择。这个想法让乔有点生气，因为科迈罗的地位不容侵犯。他提出让3人开车较量一下，就是这个镜头让我想起了《速度与激情》的画面，这像不像唐老大看着保罗的样子？3人严阵以待，随着美女一声令下，可以看出乔瞬间就遥遥领先，紧跟其后的是长发哥，排在最后面的是开着野马的强子。一开始他的离合器就烧了，结束后两人都被乔狠狠地嘲讽了一顿。不过强子也被科迈罗折服，打算买下来改装。乔出价4万2美金，这确实超出了预算。经过一番唇枪舌战，最后也只便宜了1000块。不过乔也给了其他的优惠，给他们推荐了专门改装肌肉车的大师。这辆科迈罗要和90吨的运输机掰手腕，这可把一旁的西装男看懵了。只见司机一个油门下去，轮胎都干冒烟了，飞机还纹丝不动。他不敢猛地踩油门，不然可能会导致车子直接报废。随着马力的逐渐加大，庞大的飞机竟然真的动了起来。边上的强子看到后非常激动，因为这是他亲手调教出来的。这辆科迈罗和庞蒂克火鸟共用底盘，运动的外观和强劲的动力是其对抗其他品牌的利器。现在强子要对其进行改装，首先要换的是进气系统，增大车子马力。第二步就是更换悬挂，因为漂亮国的路又大又直，而英国的路大都弯来弯去的，这样做能提升车子的操控性。第三步也是最复杂的一步，就是把左舵车变成右舵车，基本上车内部件要全部重做。最后一步就是加上欧洲车的风格，这样完成后肯定能大卖特卖。两人感觉自己简直太聪明了，控制不住的哈哈大笑。强子把车开到 N 左车房，开始更换进气系统，管径越大，进入的油气就越多，马力就越大，不过相应的排气也会增加。完成这些后，把车开到马力机上，在测试数据的同时，把行车电脑刷一下，能释放更多的马力。经过测试后发现，科迈罗达到了330匹马力，开起来非常拉风。初步完成的车子被运回了英格兰。兰西弗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，他要看看这俩活宝这次能整出什么幺蛾子。当他看到科迈罗拉动飞机的那一刻，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这次他俩终于没翻车，接下来就要提升操控体验了。根据强子介绍，最初的肌肉车一心追求直线速度，又大又重的车头和软趴趴的悬挂导致操控性非常的差。为了了解科迈罗的手感，两人把车子开到了多弯的赛道，要和细腻的英国车比赛。可以看出科迈罗横冲直撞，根本无法适应这种多弯道路，这样的操控想卖出去简直就难如登天。究竟是一辆什么车子，能让众多车界大佬望眼欲穿？当幕布拉下的一刻，场上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这是一辆定制版科迈罗，为了迎合当地市场，强子还加装了剪刀门。为了这一天，他付出了很多心血。上次在赛道上，他发现车子的操控极差，所以要对其全方位升级。长发哥要更换新规格的弹簧，降低车子的侧倾，然后把橡胶垫圈换成塑胶垫圈，能减少悬挂移动。还有其他能提升操控的零件，能换的都换了。听起来好像很麻烦，但更麻烦的还在后面，那就是把左舵车变成右舵车。这需要把引擎之外的东西全拆光，进行镜像组装。其他的都好说，就是仪表盘不好解决，得找人手工定制。在等待的同时，长发哥要改装转向系统，要把转向齿条换到另一边。正当大家忙活的热火朝天时，强子却发现了问题，新转向柱装不上去。原因是两人在漂亮国改装排气管时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，现在转向柱被挡住了，眼看发布会马上开始了，这个问题必须赶紧解决。强子要把排气管重新组合，焊接出新的管道走向，给转向柱腾出空间。不得不说，两人真是上天眷顾，这么一来还真成功了。与此同时，定制的仪表盘也到货了，
由于原厂并没有生产6舵车，所以只能手工制作。好在工作人员够专业，没有产生一丝误差。仪表盘严丝合缝的安装完成后，强子发动车子，这声音让他脸上浮现笑容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，把开门方式改装成剪刀门。这个灵感来自老板的车库，里面收藏着各种经典超跑，把我看得眼花缭乱。随便给我一辆我就满足了。里面的车基本上都是剪刀门，老板说就照着这个改。其实强子很不乐意，觉得改完之后车子就成了4不像。不过这次他没有敢违反命令，不然肯定会被开除。他们拆掉翼子板，装上更大的铰链，每个零件必须严丝合缝，防止在行驶过程中出问题。这次改车可以说是强子工程量最大的一次。为了弥补剪刀门带来的失误，他给车子喷上了最经典的红色。晚上，老板邀请了当地车界大佬为这辆车打开销路。不得不说，改完的效果确实不错，大家纷纷表示要试车。哇，哈哈哈！